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塔塔，这次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道超级简单的海带芽鲑鱼拌饭。肥美的鲑鱼搭配营养又健康的海带芽，清爽不油腻，让人大脑不听使唤，一口接一口。先来准备高汤的部分，我用2包高汤包搭配1200cc 左右的冷水。这个比例可以自己斟酌。煮滚后，火转小一点点，加入1大匙的清酒、1大匙的味淋、1大匙的酱油调味、2小撮的盐、1小匙的糖。我这个高汤包是没有任何调味的，所以需要自己调味。如果你买的高汤包是有调味过的，那就不需要再调味咯。大概小火煮10分钟左右就可以关火了。把高汤先倒出来放凉。这个高汤也可以煮味噌汤，或者是任何喜欢的料理，都会变得很好吃哦。趁这个时候来洗米煮饭，轻轻的淘洗，快速倒掉第1道脏水，大概清洗2到3遍就可以了。然后换一盆干净的水浸泡30分钟，让米粒充分吸饱水分。我今天买的是这种没有鱼刺的鲑鱼部位，如果你担心鲑鱼有腥味，可以先用一点清酒来去腥。像这样轻轻的抓揉均匀，就可以去除掉大部分的腥味。然后再把这个液体倒掉，盆底稍微的擦干一下。来1撮盐，1撮白胡椒粉调味，轻轻的抓揉均匀，让味道吃进去。像这样，盖子盖起来，先放到冰箱，等等来处理其他的材料。这时候呢，高汤差不多已经放凉了，锅子里加入一点橄榄油，把浸泡好的米沥干水分。我今天的米量是300克，大概3到4人份。高汤的部分我会先称285克，然后再加入1大匙的酱油调味。现在液体的水量是300克，跟米量是一样的。把这些高汤倒到锅子里，开中火煮滚。先搅拌一下，避免粘黏锅底。看到锅边已经啵啵啵沸腾的样子，就可以转小火咯。感应炉的话，我是用5的火力来焖煮，大概煮10分钟，关火再焖15分钟。用电子锅烹煮的水量都一样，选择自动烹调就可以了。这边准备10克左右的海带芽。干燥的海带芽看起来很少，但是其实泡开来会变成一大堆哟。大概泡一下，海带芽就会整个膨胀开来。我好像太贪心，泡太多了。把这些水呢彻底的挤干。其实多泡一点也没有关系，可以拿来煮海带芽味噌汤，或者是做凉拌海带芽，也都相当好吃哦。因为这个海带芽蛮大一片的，建议可以用刀子多切几刀，让海带芽不要这么大。这样在做拌饭的时候也会比较好看，吃的时候呢也比较顺口。大概像这样。这个高汤还有剩，你可以放在保鲜盒里面，冰箱保存，大概可以放7天。一次多煮一点放冰箱，这样要做料理的时候，马上就有高汤咯。天气热的时候，来碗冰冰凉凉的冷乌龙也超棒的。好了，饭应该也煮好了，先把鲑鱼拿出来。哇，粒粒分明，而且饭带有一点金黄色，看起来超好吃。其实这个基础的高汤饭也可以做其他的料理。现在趁热把这个海带芽放进来。这个量没有一定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来调整。充分的拌匀，让海带芽均匀的分布在饭里。现在我们先暂时盖起来保温，来准备其他的材料。
我自己蛮喜欢鲑鱼炊饭，带有一点葱香，风味上会更有层次。不喜欢葱的话，也可以省略。好了，这边开中火热锅，等锅热了之后，再把鲑鱼放进来煎。鲑鱼的油脂已经很丰富了，不需要再放油喽。我们先让这一面煎出焦香，再翻面。现在翻面看一下，哦，已经煎得美美的了。翻面再煎一下下就好，不要煎得太久，鲑鱼会太干哦。今天煎这个鲑鱼完全不用担心鲑鱼会煎到散掉，因为我们就是要把鲑鱼弄碎，完全不需要顾形象，稍微弄碎就好。现在把煎好的鲑鱼放到饭里，哇，香喷喷的，看这个样子就知道好吃的不得了。最后锅里剩下的鲑鱼油，记得舀一点进来，一点油脂，这个饭会更香哦。把葱花放进来，还有一点白芝麻粒，轻轻的拌匀，让每一口饭都可以吃到香喷喷的鲑鱼。哇，这个鲑鱼的味道太香了，超想偷吃一口。像这样非常简单又好吃到不行的海带芽鲑鱼拌饭就完成啦！光看到这个鲑鱼的颜色，口水就要流满地。我把剩下来的海带芽简单煮一点味噌汤来搭配今天的拌饭。如果冰箱有豆腐的话，也可以放一点进来，会更赞哦。最后当然要充分利用一下葱花啦，好喝的味噌汤就完成了。其实这道也可以简单做成海带芽拌饭，味道也是相当的好。好了，看得我肚子都咕噜咕噜的叫了，那我又开动喽。先尝一口好吃的鲑鱼，熟度刚刚好，表面酥酥香香，里面嫩嫩的，非常好吃。海带芽带有一点脆脆的口感，吃起来相当的搭，大家有机会都可以试试看哦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我的分享记得帮我点赞跟订阅，还要开启小铃铛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